好了，那么今天小狼还是要给大伙儿做一个最新的 TAS 记录啊，也就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绿色要塞。为什么叫赤色要塞呢？因为红色嘛，也感觉到战争呢，体会到这个红色血呀，对吧？就是赤色要塞、红色警报之类的啊。这里面为什么要绿色要塞呢？因为咱们的战车是绿的，门是绿的啊，然后救人质的牢房也是绿的啊。总之红配绿啊，绝对是非常靠谱的啊。赤色要塞呢这款游戏呢，小狼解说过很多次，人脑双人，包括全人质啊等等都做过。但是这次呢，咱们做这个速通呢，大家伙都知道啊，速通那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儿科外啊，这个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打的话呢，那肯定是掌握最细微的东西。然后速通呢，在从侧面上来讲呢，也是告诉你最大程度上告诉你这个 BOSS 的软肋是什么。那咱们上来呢，前期先把这个宝啊全都。就是特殊人质啊，全集一下，集成3个之后呢，就是一个4炸花，然后呢打到第一关，速度非常快。第一关的话，4个坦克刷的位置啊，基本上都记得很清楚啊，就直接怼了就行。然后打击的方式呢，咱们打这种坦克呢是需要用用炸弹直接去炸的，你用炸花崩是不好使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第一关的关底啊，还真是挺难的啊。就是按照我的理解呢，第一关的关底呢，其实真心是不像大伙想象中这个样子啊，就是我认为是挺难，就是不像第2关的话，你只要知道套路，任何的玩家只要知道套路啊，就真的是很简单。好了，炸开之后，来看看接下来，人质呢肯定是不会去救的啊，这个是违背了咱们这个战友的这个心态。走路的话呢，可以看到左边那个路呢，其实咱们常走啊，但是咱们速通的话是要走这个右路。左路的话有很多特殊的东西啊，走右路的话呢，你可以后面这个小车有点不要脸啊，一直就是尾行啊，这是挺嘚儿的。好了，看看一直跟，但是你会发现啊，它基本上撞不到咱们，其实它的移动速度很快的。如果说为了求稳的话，咱们可以选择回头给它一棒子啊，但是没有那么做。看看这个头像会发出这个狮吼功，然后呢放出导弹，从中间走移过来。那什么奖命什么也不吃了，一个炮弹先把2个炮塔打掉，然后呢这边的打呢，其实正常教程呢，咱们是可以从右边往左边打，因为它这个炮弹呢是反包抄呢，从那边比较好，但是从左边往右边打也一样，你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危险的。这里面呢，其实就是无论是 TAS 还是人脑，在这方面啊都是一样，但我建议啊，咱们从右边往左边打比较顺手啊。好了，可以看到现在第3关。这个游戏的第3关啊，应该来说是玩家的噩梦了啊！有很多地图呢，咱们研究不明白。有时候走着啊，这个有一些暗箭难防啊。虽然说这个游戏真的不难，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双人配合，尤其还能接关，死1条命2条命的无所谓啊。主要就是接关之后呢，从这一个大关开始玩，然后呢还有那么多条命啊，真的是非常的爽。来看到这个地方，这有点像航空母舰的感觉啊。这个要塞是水上要塞啊。当然，航空母舰肯定是不是啊？你没有这种的。好了，看看激光方面上可以看到，咱们躲这个该躲还是要躲的啊，不能太嚣张了啊，该躲还是要躲。好了，尽量造成就是那种感觉。你看，第3个激光的时候呢，咱们没办法，你肯定是要周旋一下，这个时间没办法节省啊。除非你头铁啊，你头铁开挂那行。好了，看看打过来。这2个炮弹不用管它啊，你只要往前走，就会脱掉这2个关卡。可以看到这6个是怎么快速秒掉了，子弹加炮弹，可以看到子弹加炮弹斜着发，非常的准。这六个炮塔可能也就3秒钟就死了啊，3-4秒钟时间，就是这么快啊！就是首先第一个炮弹呢是炮弹加子弹，然后呢斜角打炮弹，正面打子弹。子弹的话呢你是没办法控制的，因为它只是朝一个方向打。炮弹的话呢可以这个4面8方。可以选择8面通式的方式啊。好，来看看走的话呢，肯定选择要主走这个草啊，肯定是不能走那个沼泽的，因为这个速度肯定是要慢。好了，炸开之后，赤色要塞呢也是整个这个 FC 游戏当中呢不可多得的一款善品啊。这个游戏真的是太经典了，而且呢这个配合起来呢还好玩的，不像绿色要塞啊，不像绿色兵团那个样子啊，就是显得非常单调啊，一个就纯 X 轴的啊，这是属于俯瞰面的，这个效果比较好，而且就这个对于战车而言啊，尤其是还能给战车升级到
对吧？4个炸花也是显得比较牛逼啊，比较好。可以看到这个大直升机2发、3发、4发、5发、6发再见。好的，一共7发炮弹直接秒掉，他出来一下子就可以给秒掉了啊！高手的话也是可以这么打，但是呢，像咱们菜鸟呢，别说秒掉他啊，你可能有时候他都会被他的机枪或者说放出的小兵给折磨到就是难受，你要一顿周旋啊，真的是，所以说还得是高手啊，这玩意儿有套路。你在哪个位置上，他发的机枪打不到你啊，发的小兵那直接就压死啊，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好了，看看又是一路向北。吃的这个星方面上有3种星，一个星呢是有2种星啊，一个星是加命，3种星，一个星是加命，一个星是让当前图片当前这个雷区啊，这个附近这个区域的敌军全部阵亡。第3个呢就是直接可以让咱们变成这个一下子变成4个炸花。这些隐藏的元素呢，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咱们速通的话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去寻找了。这个隐藏元素的话，我相信很多地方咱们小时候都知道啊。有的时候小时候咱们大家伙玩，就特意去找这些地方啊，找这些东西。好了，可以看到先手2炸，直接把门炸掉，然后1炮弹把2个花炸掉。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再等。芝麻开门炸掉1个花，再炸掉，直接把门一炸，非常的快。首先啊，这个门呢，它开的一瞬间，你就可以给它炸掉，它连坦克都出不来。你如果说放它出坦克，它再把门再合上，那就肯定是浪费时间的啊。所以说，它这种玩法是非常的科学。好，来看啊，现在到这个传说中的后区要塞，画风呢跟第3关差不多，有一厚重的这种阵地科技感。你看，还有这个机场特有的这种类似于像电梯一样的感觉啊，让咱们移动速度变得快一点。但是你要反方向走的话，肯定是慢。好了，可以看到这又有直升机，又有战斗机序列，我去，这个敌方要塞这一个战车就可以这样子啊，也真心是变态了啊！咱们这个战车是真的是无限弹药啊，而且里面有各种高科技技术人才，这里面呢能装10好几个人啊，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炮兵、机枪兵，然后再加上司机，感觉这一个车能装20个人啊，这绝对是印度产的车啊，这不用想。好了，看看在炸门，选择走路方面上呢，也可以，你看它提示方面上也是有很多。这边呢大骷髅标志呢就是基地的这么一个标志。一会儿走到基地最深处的话呢，就是传说中的 BOSS。这 BOSS 呢当然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难的 BOSS 啊，肯定了。而且有2种形态。第一个形态呢是咱们我们师称为管这个叫市政府啊，我们管它叫市政府啊，这个大楼把它大楼炸掉，然后里面有个大坦克。事实上这个就是要塞，你看它那2个机关炮呢，只有正角和斜角，完全就是打不到咱们正身位的地方。炸掉这个要塞之后，里面有一个大型坦克，那个坦克呢，咱们可以通过除了炮弹打的伤害非常高之外呢，小机枪打它伤害也是非常高的。咱们需要害怕的并不是它那个小机枪，而是它那个激光炮啊，那个大火焰激光炮。真的是对咱们威胁很大啊，就不好躲。不过呢，咱们躲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可以看到，就站在这个位置上，都是子弹在咱们身上擦肩而过。打这个 BOSS 也就用了10秒钟左右，10多秒钟左右的时间，所以说还是非常快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速度真的是很快啊，几分钟啊，这就完事儿了啊！这如果说咱们玩的话，可能需要半个小时也说不定。当然了，今天的视频也到这就结束了啊，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同时在微信公众号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小狼解说，添加并且关注，以后呢会有很多的福利，包括小狼的最新动态和资讯，希望大家伙能够前去支持。咱们下期再见。